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35岁的李沁跟28岁的陈哲远演恋人，同框时感觉挺别扭的。当李沁和陈哲远在《一笑随歌》中脸贴脸对峙时，镜头推得再近，也像是在看两个各自精彩的独角戏。一个是从死士营杀出来的女将军，一个是腹黑疯批的敌国皇子。设定是双强博弈，可两人同框时，空气中飘着的不是暧昧电流，而是你什么时候再捅我一刀的警惕。这哪是情侣，分明是两个得了狂犬病的战神在互相试探底线。一笑随歌选择在国庆档的10月2日开播，可谓勇气可嘉。这部剧改编自赤易千羽的小说《一笑》，讲述了锦绣国第一神箭手傅一笑李沁氏一箭射中肃杀国大皇子凤随哥陈哲远逝后，两人因坠崖失忆，阴谋追杀而被迫捆绑在一起，从宿敌演变为恋人的故事。剧集主打双强 CP 和相爱相杀，试图在古偶市场杀出一条血路。李沁这次彻底撕掉了鸡腿姑娘的标签，她一身红衣战甲，手持长弓，在战场上百步穿杨的镜头确实飒爽。剧组为他设计的红衣射手造型，高竖的长发配上凌厉的眼神，确实有女将军的霸气。但当他放下弓箭，需要演出侠女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豪迈时，李沁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清冷感和疏离感又跳了出来。他更适合那种带着破碎感的坚韧，比如脸上沾血、眼神倔强的戏码，这比硬凹豪放更让人信服。陈哲远则彻底告别了偷偷藏不住里的校园男神形象，他饰演的凤随哥是个腹黑皇子，深色衣袍上绣着金纹，眉宇间藏着算计和狠戾。预告片里，他咬着牙说：“你咬我一口，我必还你一口”的疯批感确实有几分新鲜感，但当他需要展现皇子威严时，那张过于精致的脸和略显柔和的唇形，还是少了些沙场战神的粗粝和压迫感。有网友辣评，这更像是穿着古装的现代霸总，只是把西装换成了蟒袍。最致命的还是这两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尴尬。李沁的搭档向来需要气场强大的硬朗型男演员，比如肖战，才能激发出他的脆弱与坚韧，形成化学反应。而陈哲远则更适合与赵露思、徐梦洁这类甜美灵动型小花搭档，用他的精致去衬托对方的活泼。当清冷系的李遇见精致系的陈，就像水墨画撞上了漫画，风格迥异却难以融合。官方释放的预告片里，有一段两人被绑在一起脸贴脸对峙的戏码，镜头极力渲染暧昧，可观众看到的却是两位演员在努力表演心动，而不是角色自然流露的情感。这部剧的剧情也充满了古早网文的套路感，女主战场射伤男主，意外失忆，被男主俘虏，互相折磨，最后发现阴谋并相爱。这一连串设定仿佛古偶元素大杂烩，尤其是剧中那段互咬见血的戏码，镜头还特意给了特写，血水混着咬牙切齿的表情，被观众吐槽为狂犬病爱情，观感血腥又突兀。当然，一笑随歌并非全无是处，他的制作班底堪称豪华。总导演朱瑞斌曾执导《香蜜沉沉烬如霜》《星落凝成糖》等爆款。编剧青梅、武聪则有过风起洛阳的经验，剧集的服化道也肉眼可见的烧了钱。李沁的红衣，陈哲远的黑金纹路袍服都精致华美，武打设计也颇具匠心。傅一笑的远程射箭和近身格斗都干净利落，试图打造电影级的动作场面。截至开播当天，一笑随歌在爱奇艺的预约观看人数已突破265万人次，显示了市场对这部作品的超高期待。这个数字背后是观众对李沁、陈哲远这对新晋荧幕搭档的好奇，
也是对双强 CP 能否真正碰撞出火花的审视。剧集的开篇就是高能场面，平陵之战，锦绣国军队溃败之际，傅一笑一箭射出，直穿凤随哥的肩膀，瞬间扭转战局。然而凯旋不久，傅一笑就遭暗算坠崖失忆，恰好被同样被追杀的凤随哥发现。凤随哥觉得此事蹊跷，便将失忆的傅一笑留在身边，名为保护，实为利用，想引出幕后黑手。而傅一笑也为自保，顺势而为。两个满心戒备的人，被迫在充满猜忌和利用的关系中步步为营。